蓝湛，真不知道你是之前装的呢，还是现在装的。明明我全身上下，你哪没见过呀？怎么就羞起来了？见他越说越过分，蓝忘机终究是憋不住了，低声警告他道：“魏婴，别说了。”哦，不对，魏无羡刻意装没听到，接着自言自语：“除了一个地方，不过以后总能见到的。要是你每次都这么羞一下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蓝忘机无奈至极，行动上虽然他没输过，不过语言调戏上，他在魏无羡面前实在没有胜算。魏无羡此时靠在他肩头，还努力往前探，想看清他的表情。他便用右手反手摁住那人后脑，偏过头将那片品尝过无数次的唇瓣含进了嘴里。魏无羡也是一愣，不过立马反应过来，给予热烈的回应。但是没过多久，魏无羡就觉得脖子酸，有些撑不住，便开始挣扎，谁知却被蓝忘机按得更紧。昨夜两人昏天黑地亲了不知多久，他好歹能做到在蓝忘机的攻势下换气了，没想到又有要栽的趋势。蓝，他想趁着换气叫他停下，没料到蓝忘机并不给机会，直接转过身将他按进柔软的被褥里。魏无羡毫无防备，又被人按回床上，这样的位置更加难以反抗，特别又是他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被制住了双手的情况下。良久，蓝忘机才放开他，只是照着他方才的样子，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。魏无羡听清后，恨不得踹死刚才逗他的自己。蓝忘机的脾气他不清楚吗？他可不是最清楚了吗？可偏偏自己就是不长教训，偏偏无时无刻不想逗弄他，就想看着那张俊逸却少有表情的脸上会为他出现什么波动。但是现在貌似把人欺负急了，要将昨晚的账讨回来了。不等以后，现在就看。魏无羡被蓝忘机半扶半抱着到餐厅时，已经9点过了。摆在桌上的2份早餐都已经微凉，煎蛋和面包还能凑合着吃。本来魏无羡觉得冷掉的牛奶也没有什么不好，但蓝忘机却坚持说对胃不好，重新拿去热了。魏无羡咬着面包，想想也是，做他们这一行的，工作时间不确定又不规律，他自己倒是自在惯了，但蓝忘则是无论何时生活都极规律的人，即便是在娱乐圈工作。蓝湛，我们今天怎么过呀？他口里还嚼着面包，说话不清不楚的，但蓝忘机却奇异的听懂了。你想怎么过？他坐到对面，将热牛奶推到他手边。这毕竟是2个人真真正正确立关系后的第一天，也是完整的一天。回想起来，好像这一天的开头过得不错，自然魏无羡也开始在意如何把剩下的时间过好了。我也不知道，你喜欢做什么呀？我们出去逛街、看电影、去公园，一往约会2个字想，魏无羡脑海里就忍不住出现各种他所见过的温馨的约会场景，当然大多数是以男配的身份看着男女主卿卿我我。吃醋嘛，倒也不会，他对合作同事又没感觉，但是说不羡慕那也是不可能的。都听你的。蓝忘机把嘴里的小口面包彻底咽下去，才回道：哎呀不行，蓝湛，这是我们俩的约会日，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一个人说的不能算。见蓝忘机也蹙着眉，仿佛陷入极度困难纠结的思考中，魏无羡只能道：那我们先一步一步来嘛，你想出去还是就待在家里？蓝忘机实在是不知道，对于他来讲，任何地点任何方式都是一样的，只要这个人在他身边，他再别无所求。加之他自身又是个清心寡欲的人，除了魏无羡，对很多事物没有特别想追求的欲望，也不会存有刚陷入恋爱的女生般的小心思。不过如果能和他一起做完所有能做的事，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不如我们回母校吧。刚在一起的小情侣就这样牵着手出了门，2人都没有刻意隐藏外表，只是戴上了同款口罩。魏无羡从他出门的那一刻起，心里就忍不住有小小的窃喜冒出来。他第一时间想到的能跟蓝湛以这样的身份回母校，实在是件很奇妙的事，随即居然又想到了骂过他的那些毒为，真是奇怪，嘿嘿。想着想着就没憋住，笑了出来。蓝忘机立即侧过头看他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就是开心。蓝忘机有些不好意思，拉低了帽檐，低声问道：和我真的很开心吗？当然啦。魏无羡和他本就是十指相扣的，线下更是使了力攥得紧紧的，
和你一起，做什么我都开心。更何况是和你一起回母校，你别忘了，那里是我们相识的地方。那里的一花一草一木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即使是低的似乎都让人听不清楚的音量，依然掩盖不住话语中的笑意。魏无羡知道他说话的习惯，和他一起时，总会特别全神贯注，生怕漏掉了他什么反应和只言片语。听到这一声脸上的笑容便绽得更开。这是只他一人能听见的，最温柔最缱绻的应答。他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继续自言自语道：我们要先去图书馆，再去音乐室，再去专业课的教室，还要去那片小树林。蓝湛，你别忘记了，这些地方都是由我们两个回忆的地方。说到最后几个字，他突然换了咬牙切齿的语气，虽然被口罩遮着看不清面容，但眼里的狡黠和调皮一览无余。蓝忘机无奈地摇头，魏无羡这个语气和表情，还有右手捏着他左掌心的力道，都是在一种预示他又要翻旧账了。果然，魏无羡开始喋喋不休起来，说什么初见在图书馆了，只是抢了他的书，这人就斤斤计较，还给他时又割自己。还有那次迎新会啊，一个正眼都不给自己，害得自己被毒为骂。说来奇怪，以往提起这些往事，魏无羡都是有些怨念的，心头总是酸酸的。现在提起，倒有种小情侣互对的感觉了。而全程，蓝忘机都只是淡笑着听，他说的一切照听不误，也不提出异议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突然，魏无羡止住一句句讨伐，问他道：你说的对。蓝忘机停下脚步，转过身面对着他，是我的错，以后不会了。魏无羡下意识跟着转身，和他面对着的同时，直直撞进了对方眼眸里，那里藏了太多柔和专注的情绪。魏无羡对于蓝忘机这种总是突然的一撩毫无招架之力，直直愣在了原地。蓝忘机将他抱进怀里，在他耳边道：大概还有10分钟，我们就到了。再松开他。蓝湛，你耍赖。我怎么了？你就仗着自己长得好看，随时随地不分场合的撩我，就是想看我出糗。蓝忘机笑道：我没有。魏无羡提高了分贝，又重复了一遍，声音大到已经引来路人频频回头的注视了。他意识到这点后，职业的敏感度使他立刻反应过来，并捂住了嘴。蓝忘机靠近他，轻声唤他道：走吧。再重新扣住他的手心。蓝忘机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如今于他来说已是为时已晚，那便不能再拖下去。他想要在全世界面前亲手打破那一层层的质疑和恶意，告诉所有人是他蓝忘机先钟情于魏无羡的，并且一旦钟情便认定了一生。踏进校门前，魏无羡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还记得这里的每一样花草，但真回到了故地，他就想把那句话收回去了。他很久没回来，记忆里的草木倒是记得清楚，可眼前的景象和记忆里的根本无法重叠。